定亲之缘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是你如此嚣张，今天我就用你的血祭奠我的亡妻。你们这翁婿大打出手，是为哪般呢？不要放！若不是耀兄你狂妄不羁、目中无人，我也很难在东邪北丐眼皮底下轻易得手。如今全天下只有郭靖通晓九阴真经，若耀兄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先把贤婿带走。待我修炼好九阴真经之后，咱们华山再见。哈哈哈哈！郭贤侄，如今你能与东邪黄药师战成平手，可见这九阴真经真是威力无穷啊！若对常人，我大可施以剧毒，然后以解药相诱得到真经；可对你这种愚钝憨智之人，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你这蠢货，你还真以为七怪是黄药师杀的吗？所谓世间最毒之物，不是锁人心，而是挖空人心。如今这世上，你也只剩黄蓉与你相依为命。若我拿她来当解药换取真经，郭世侄，你该不会断然拒绝老夫吧？秦哥哥，秦哥哥，你千万不可以把九阴真经交给他，你让他杀了我便是。天之道，虽有约而不作，是故须生时，不足生有余。其义薄，其理傲，其意屈深。天地之相分，阴阳之厚烈，变化之有表。死生之昭彰，不谋而一气自通，不约而有名四气，其其言有违，言之事不得。
绝哉，妙哉！那我便还你个痛快！欧阳锋，国君已将九阴真经背给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置他于死地？只因不合众听，至宝不同众好，习得九阴真经此等绝学之人，既有其意，岂能容耳？人家郭靖都把真经传给你了，你还不依不饶，非要逮着蛤蟆钻出尿不可啊！你再对我这个王重阳师兄转世不利的话，我周伯通不同意。你这自不量力的老疯子，还敢来与我等造次？喂，他说周伯通不自量力，他可能是不知道我们这20年守着真经到底做了什么。对，不如让他尝尝当年把他武功尽废的一阳指。好，我来，别吵，这次一起来。双重一阳指。人呢？老师傅，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呐！真经还在。老板，来壶酒。好嘞，马上。兄弟，拿错东西了吧？嘿嘿。爱面舍财，爱财舍面。师傅。红颜祸水不可分心，拿着。3山5岳，量力而行。酒色财气，切莫沾身。世事无常，人心叵测。大师傅，晶儿，师傅们为何在此地停留？你那匹宝马算算脚力，也该经过此地了。我们便试试你的功力。静儿，你带那么多金锭，肯定会被你二师傅这样的人偷走的。我说真想偷静儿，哪有他差这份儿？晶儿，
江湖险恶，行事需万分小心。近日此地幼童频频失踪，恐有邪恶势力作祟，师傅们要去追查一番。少庄主，毒血取好了，速速呈上给叔父。是。话说华山论剑后，王重阳得到了天下第一的称号，但欧阳锋心有不甘，来到了王重阳的墓中，想要盗取九阴真经。没想到这王重阳是诈死啊，还一记阴阳指将欧阳锋击成了重伤啊！而王重阳的师弟周伯通拿取了九阴真经，从此遁隐江湖，再也没有。我要再要王重阳，这个太贵了，换一个吧。哎，不对啊，这王重阳可是天下第一呀！你买王重阳，我送你江南七怪怎么样？大师傅，你知道这是哪个？西毒欧阳锋。小兄弟，牵马。哎，来了。站住！不就是拿你俩包子吗？还你！你可真是笨呢！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哼，何必要动粗啊？这小兄弟的包子，算我账上吧。哎，谁稀罕他们的包子呀？小时候不说面还硬。嗯，谢了。嗯，多心事。哎，爷，您请，这坐。喝茶。爷，今儿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儿什么都有。哦，我要。小子，请我老叫花喝壶酒呗啊！哪儿进来个老叫花子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赶紧给我走！小二，那就给我来一壶你们这儿最好的酒。好嘞，爷，送给这位老伯。哎，你没听见啊？赶紧拿酒去呀！啊，对了，再给我来只烧鸡啊！嘿嘿。酒来喽！二位姑娘，江湖规矩向来是先来后到，这酒是在下为那位老伯所点。这位官人，天干物燥，口渴难耐，不如小女陪官人喝上一杯如何？恕在下难以奉陪，还请姑娘将这酒物归原处。官人何须拘谨？姑娘请自重。来嘛。哟，官人还真是龙精虎猛啊！原来是白驼山庄的人啊，怪不得这么淫荡。哎，两位，留步！二位别走啊！二位，实在抱歉啊，二位，实在抱歉。多谢贤弟出手相助。举手之劳。又是你！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？小二，这位兄弟刚救了我一命，便是我的贵客了。先切1斤牛肉，半斤羊肝来，我要好好招待这位贵客。哎。
兄长初到中原，想必没吃过中原美食，要不让我来点吧？好啊。这位客爷，今儿除了包子，您还想吃什么呀？不管我吃什么，你都做东吗？当然。够吗？楼上雅座，有请二位贵宾。再去准备一匹男婴来。是。后山找到的，像是婴孩的尸骨，腐蚀严重，筋骨尽断。这气味酸臭无比，应是反刍之物。如此狠毒的手段，肯定是白驼山庄干的呀！大哥，那我们还不速速行动，把他们就地正法？二弟，你可打听到这白驼山庄是何人主事？听闻那少庄主名叫欧阳克，是五绝西毒欧阳锋的侄子。欧阳锋，在下郭靖，还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。小弟姓黄，上面有个荣字。黄贤弟，刚才看你点菜如数家珍，不像是生来命苦之人，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说来话长。贤弟，但出无妨。我爹给我许了一门亲事，我不同意，然后他就大怒我，把我关了起来。那我一气之下当然要逃出来了，没想到一到中原，我的盘缠就被偷了。不如这样，为兄还有些银两，贤弟先拿去用吧。真是了，黄贤弟，今日你救我性命，便是我出入中原的第一个朋友。我师父说过，对待朋友要倾其所有。多谢郭兄台，那小弟即刻启程返乡。郭兄保重，后会有期。等一下，黄贤弟。晚上天凉，把这件皮衣穿了去。为兄还有匹宝马，也一并赠与兄弟，回乡路上可省些脚力。在丐帮的地盘胡作非为，把孩子放下！追！快追！别跑！这真是匹好马呀！他叫伊利奇，虽然性格顽劣，但我也跟他打好招呼，贤弟可放心与之相处。谢郭兄。郭兄，你对什么人都这么大方吗？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把孩子放下！站住！
孩子交给我。过来拿呀！你怎么就这么爱多管闲事儿呢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婴孩，竟有如此无耻之徒！黄贤弟，你可是那白驼山庄在哪儿？我要把孩子救出来。白驼山庄个个武艺高强，你一个人去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可恶！但我听说白驼山庄每月15都会举办堂会，今日正是15，或许我们可以趁他们宴请宾客之时偷混进去，找机会救出孩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哎，你我这山庄慢进去，定会让人起疑。我们各自回去乔装打扮一下，亥时3刻相会。黄贤弟，认错了，认错了。黄贤弟，谁是你黄贤弟？滚！小哥，给我喝点。你是郭大哥，你不认得我啦？黄贤弟。黄贤弟，你竟然乔装得如此逼真。其实我本来就是女儿身。郭大哥，我已经在这儿打探了许久。你看，这1楼是宴请宾客的，2楼明显是闲杂人等不能入内，而且处处都有人守着。黄贤弟，黄姑娘，那你有什么线索吗？
江南七怪在此，定为江湖成天除恶。大师傅，哪儿来的跳梁小丑，敢来此撒野，扫了小爷我的雅兴！小毒仗着老毒在这为非作歹，偷窃孩童，看这狗德行，你们俩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武林之耻！是谁胆敢在此叫嚣？师傅，没事吧？静儿，你怎会在此地？原来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女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黄老邪的女儿？什么黄药师、蓝药师、黄老邪的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桃花岛独门绝技弹指神通，果然是精微奥妙。黄岛主又怎能轻易外传？是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还能把我拽去见我爹不成？科尔，看来黄家千金还记得我们这门亲事。黄姑娘久仰大名，在下欧阳克招待不周，还请担待。那本姑娘还有要事在身，不跟你们玩。拿着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免得伤及无辜。先抓住小妖女再说。走，快追！哎，科尔，你可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侄儿马上吩咐下人准备彩礼，上岛提亲。小妖女，哪里跑？你们6个怪物还真是不懂礼数。今日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遭了欧阳锋的暗算，竟还敢在这里跟我纠缠陈年旧事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看我宰了你！师傅，刀下留情。静儿，黄药师与我江南七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当年你武师傅就是死在他徒弟手上。今日我们必须拿着小妖女抵命，为你武师傅报仇。师傅，徒儿知道你们和黄药师有仇，可若不是黄姑娘多次救我，徒儿和师傅便是阴阳两隔了。若真的要杀黄姑娘，静儿愿替黄姑娘抵命。静儿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小妖女，忤逆你的师傅们吗？可师傅不是常说行走江湖全凭一个义字吗？静儿，你够了！傻小子，被小妖女迷了心窍，等她吃了亏，自然会明白咱们的一片苦心。随他去吧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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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好自为之。
郭大哥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救了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师父待了我10几年，对我情深意重，让他们这么担心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先别想那么多吧，先填饱肚子。黄姑娘，你先吃，我不饿。你以后就叫我蓉儿吧。蓉儿。那我以后就叫你靖哥哥，好吧？笨蛋，怎么还让我喂你不成？好吃。这是蓉儿收的鸡，你怎么给吃了？哎，臭小子是你呀！那天你对我不薄啊！哎，你没吃东西啊？你要不嫌弃，给你吧。啊，小女偶尔烧的叫花鸡，得入叫花始祖洪七公的尊度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前辈是北丐洪七公。哦，这个小女子不一般呐！啊，还知道我老叫花子的名号。嘿，小女黄蓉，家父乃桃花岛岛主黄药师。您若是喜欢蓉儿做的菜，蓉儿天天烧给您吃，保证日日不重样。哎，好，哎，我老叫花子没钱，何以为报啊？前辈，我靖哥哥呢，初入江湖，什么都不懂。若您不嫌弃的话，能否顺手教他几招？蓉儿。哦，哎呀，你爹的武功你没学几成，你这鬼心眼倒挺随那个黄老邪的。我洪七公啊，从来不招徒弟，你就死了这份心。洪前辈，靖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爹爹常说呀，当今天下武功唯一能胜过他的只有一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谁啊？我听说啊，那位前辈，他有一个武功，当真是天下无双，古今独步。什么武功这么厉害啊？好像叫什么龙什么掌？什么龙什么掌啊？哎呀，什么龙什么掌来着？哎呀，降龙18掌。对，降龙18掌。哎呀，你爹这个黄老邪呀，他终于说实话了。我还以为啊，那个王重阳死了以后，他自称天下第一了呢。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死丫头，反正我也吃了你的鸡了，我就教他一掌。哎，七公，您说这样好不好？您每多教他一掌，我就多做道好菜孝敬孝敬您，怎么样？好。哎呀，那就要看你的厨艺了。臭小子，你看好了，请前辈赐教。降龙18掌乃是万家武学之巅峰，每一掌均有龙吟虎啸之势。看见了没有？此掌法招式看似简单无奇，却是有招胜无招。无论对手的招数真假虚实，千变万化，只要给他来上一掌，他必定难以招架。专克那些花里胡哨、华而不实的功夫。降龙18掌的精妙之处在于运劲发力，这劲力忽强忽弱，忽吞忽吐。这臭小子，需从至刚之中生出至柔，刚柔并济，才能发挥出它的威力。靖哥哥，快吃吧。小子夜以继日勤修苦练，定能领会其中的奥妙。
小子，我的降龙18掌你已经学了15掌了，行走江湖应该没问题了。多谢前辈。七公，这怎么成呢？我还有好多美味的菜肴没做给你吃呢。哎呀，天下呢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老叫花子行走江湖啊，教人武功从来不超过3掌，我再教下去，他不就全学会了吗？再说呢，就算是我老叫花子有心教，恐怕他也没时间学喽。七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得到我丐帮弟子的线报，欧阳锋带着他的侄子，打算去桃花岛提亲去了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哎，你个臭丫头，老毒物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九阴真经。不好，我要回去阻止他们。蓉儿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回去，与你爹说明利害，看清他们的嘴脸。哎，我爹那人生性特别古怪，外人擅闯桃花岛都是有去无回，你贸然前去肯定会丧命的。不是外人，是内人，不就完了吗？不是外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臭小子，抢亲呐！蓉儿，老毒物他明修栈道，我老叫花呢，就给他来个暗度陈仓。蓉儿，这桃花岛也并非像你所说的这般凶险。靖哥哥，你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眼神不可以从我身上离开半寸。爹爹会对闯岛的人使用幻术。靖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帮我抢亲啊？是不想让我嫁给欧阳克吗？那欧阳克上岛提亲是要替他叔父得到九阴真经，你们俩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蓉儿幸不幸福呢？若当真抢亲成功了，你真的会娶蓉儿吗？靖哥哥，六师傅，师傅，二师傅，四师傅。
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小子有点意思。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来陪我过日了。叔，这会不会是黄老邪派来的奸细呢？不会不会，黄老邪这个人心高气傲，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啊，有道理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晚辈郭靖，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？尊称不敢，江湖人称老顽童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！15年前，这个黄老邪非得让我把真经给他老婆看一眼，我不以为然，哪知道这个婆娘原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她看完以后，回家居然把半部经书默写出来，但最后你猜怎么着？写着写着，气绝身亡了。哎呦！真的是苍天有眼呐！喂，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。这黄老邪就是要拿我的真经来祭他老婆，才布下这个幻阵，没那么容易出去的。我只是担心蓉儿。欧阳锋他们上头就是为了他爹爹的九阴真经。欧阳锋，在这儿，这个老毒，为了真经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要我看，这九阴真经该烧掉才是。这么多高手为了他自相残杀，属实是害人不浅。这个小伙子居然说出了跟师兄一样的道理。师弟，武功的最高境界不是争个高低，而是要有救人济世的胸怀。这个小伙子年纪轻轻，居然能悟此道理，不简单。师弟，我看他跟我是有缘分，不如你就把真经交给他吧。小伙子，我现在教你套厉害的心法，学成以后，你就有可能破掉这个幻境，早日逃离此地。你想不想？那太好了，多谢前辈。小伙子，给你滚过烂手！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盛时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理奥，其去深。天地之象分，阴阳之后列，变化之有表，死生之正征。故谋而一介自同，物约而幽冥四气。积其言有微，验之事不特，诚可谓至道之宗，奉生之始也。教天地宣法。叔父，听闻这桃花岛主功力深厚，手中还握有九阴真经，若他悉心研读，岂不已是天下第一？若他行事真如常人所料，那怎么还配得上东邪的称号？
哎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哎，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还头一次听到黄老邪这首《碧海潮生曲》，吹到一半子就会停了。难道他默许了某个人上刀？是欧阳克他们来提亲了。不行，前辈，我一定要出去。哎，冷静一点，人家来提亲关你哦。哎，难道你也喜欢上黄老邪的女儿？哎，可惜呀，可惜呀！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心法里背熟了吗？试一下运功，看看能不能破了这里的幻术。前辈，与我一同离开吧。哎，这个呢，就算了吧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那郭靖，多谢前辈指点，就此别过了。姚兄，咱们华山一别20年，别来无恙啊！小婿敬请岳父大人金安。我为令爱带来了见面礼，把它配在身上，可百毒不侵。你以后就不用怕叔公的毒蛇毒虫了。那我就谢谢您了。蓉儿，不得无礼！爹爹，你打死我算了，你打死我也不要嫁给这个小毒。令爱只是想试试射职的功夫。姚兄，何必当真呢？还请荣姑娘接受老夫的一片心意，遵从令尊之命，与我侄儿速速成婚。蓉儿不能嫁给他。靖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从幻境里出来的？我好担心啊！蓉儿，我没来迟吧？臭小子如此不知好歹，竟敢来这里多管闲事！10多年来，能逃出我桃花幻术的，你是第一个人。这位少侠，尊姓大名？晚辈姓郭，名静，今日不请自来，请多包涵。姚兄，区区无名小辈，何足挂齿？我们还有要事相商呢。谁说我徒儿是无名之辈呀？师傅，启公，洪七公，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呢？师傅，臭小子，当然是给我的好徒儿提亲的呀。老杜，你是来和我徒儿喜酒的，对不对啊？姚兄早已把他的千金许配给了社职，洪帮主不好夺人所爱吧？黄老姐，真有这种事儿啊？确有此事。哎呀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可有一个人不答应啊。我老叫花子呢，虽然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，但是我家乖徒儿跟你家闺女那是情投意合，你情我愿，要比你这先来后到更有道理吧？洪兄，洪七公说的也挺有道理。不如这样，我出一题，
让这两个后辈比一比，胜出的就做我的乘龙快婿，怎么样？西毒与北丐的武功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正好借此机会给晚辈指点一二。你们在八卦阵中比试一下，只拼招式，不设内功。出圈者输。请开始。请前辈赐教。爹爹，那欧阳锋不守规矩，正暗中使用内力呢，你管不管啊？认真打。不愧是洪七公的徒弟，果然身手不凡呢。多谢黄岛主抬。什么？还叫我黄岛主？快跪下磕头呀！跪下！你向我磕头干什么？蓉儿叫我磕的。哎呀！这一场，两人打平。什么？喂！黄老铁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那个小毒物摔成这个样子，静儿赢才对呀，什么平局呀？啊！虽然郭靖后落地，但我之前说过，出圈者输，那便是两人平手吧。武斗伤和气，咱们来个文斗吧。我再出一题，让他们晚辈俩决一胜负。捉襟胜前，留有一卷手书，给二位半炷香的时间。谁将书中内容背下的更多，谁便获胜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时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里奥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时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里奥。
因上述人物而为之激怒，经之案为由，挟其激怒，其经所中不相比，一则经散，经散则失其，使其见者。因其在六何以研究？太极生两仪，天地出庖判。六阴引起，逢其归元太素，太素西方金德，因之清楚，寒日渊源。这一场，郭靖获胜。太好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我靖哥哥就是比你厉害。爹爹，这次我靖哥哥赢这小毒物了吧？叔父，侄儿分明记得，刚才郭靖所背的内容，远超那卷中所写的。喂，欧阳克，你输不输得起？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不得无礼，郭靖。你可知道，刚才背的经文是为何物？正是卓经在气绝之前墨的残本《九阴真经》。残本？那刚才郭靖所背的《九阴真经》又出自何处？哎呀，你个小犊啊，这个还不清楚啊？啊！哎呀，黄岛主为爱妻选贤婿。一定是弟妹的在天之灵看中我家徒儿了吗？啊！胡说！你个老叫花装什么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科儿，不可造次。耀兄，愿赌服输本来就是江湖规矩。郭少侠天资聪慧，设职心悦诚服。有意思，这东邪与那周伯通，苦耗15载有余，也没能得到的真经，而今竟让那毛头小子轻易得手。是那老顽童叫了他。没想到他失踪多年，竟一直被困在这桃花岛上。造化弄人。叔父，可有妙计？当今世上只有那小子脑袋里存着整本真经，加上黄老邪和那老叫花相助，即便我用上了剧毒，也很难让他吐出半句真经来吧。真乃天助我也。叔父，此话怎讲？刚刚得报，这小子的6个蠢师傅即将登道。可儿，你随我练毒多年，你可知这世上最毒的为何物？靖哥哥，如今我爹已经将我许配给你，你怎么看起来还闷闷不乐的？能和蓉儿成婚，我定是高兴的。只是师傅们一直对我视如己出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，一定会伤心至极。我看啊，你师傅们当时只是嘴硬，其实私底下还是想要成全我们的。你现在如果这么想，可就辜负了他们的一片苦心了。
蓉儿真是心地善良。你怎么还叹气啊？蓉儿，江湖本就是恩怨不断，危机四伏。如今我又习得了九阴真经，定会引来不少麻烦，恐怕会连累蓉儿你。傻子！如果真有人让你交出九阴真经，你就给他背个假的，反正也没人知道是真是假。而且，要是你真的习得了九阴真经，那你便是天下第一了。以后谁还敢来找我们麻烦？不是的，蓉儿，就算得到了天下第一又如何？对我来说，都没有你重要。你就说这番鬼话逗我开心吧。不是的，蓉儿，若是有半句虚言，当天打五雷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蓉儿。傻子。哎呀，黄老邪呀，你躲哪儿去了你呀？啊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你懂不懂待客之道啊？师兄，小弟陪你便是。师兄，今夜难得一聚，小弟先敬上你一杯。恭祝七兄收了个好徒弟。哦，哎呀，老徒啊，难得你一片小心呐！啊，哎呀，哎，你那个侄儿今天跟我玩阴招啊，简直跟你这老毒那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！嘿嘿。哎，你们两个会不会是父子啊？七兄开玩笑了呀！哎，真是龙精虎猛啊！七兄多年未见，还是如此爱玩闹。嘿嘿，你这毒这么多年，还是没长进呐！跟我开不了吃屎！如你所道，本性难移。可叹啊，七公，你还是那么憨直。你内力了得，我自知毒酒难耐你喝，可若加上了我的万古巨蛇毒膏，那便另当别论了。见到黄老邪，我定要拿他试问。不知那小妖女施了什么法术，把静儿魂都不跑。我早怀疑那小妖女了，到头来果然把静儿带到黄老邪这儿。那黄老邪阴毒得很，恐怕静儿……什么声音？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。碧海潮生曲。
了老顽童15年，也没能从他身上把全本真经献给你。可是老顽童居然把真经交给郭靖这个毛头小子。如今我已答应把蓉儿许配给他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师傅，三师傅，二师傅，二师傅，二师傅。师傅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静儿，怎么回事？王老邪，不可能！刚刚的箫声跟我爹的大相径庭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秦哥哥，你是信我的吧？静儿，你还等什么？快去杀了黄老邪，为你师父们报仇！定亲之缘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是你如此嚣张，今天我就用你的血祭奠我的亡妻。你们这翁婿大打出手，是为哪般呢？欧阳锋，若不是耀兄你狂妄不羁、目中无人，我也很难在东邪北丐眼皮底下轻易得胜。如今全天下只有郭靖通晓九阴真经，若耀兄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先把贤婿带走。待我修炼好九阴真经之后，咱们华山再见。
郭贤侄，如今你能与东邪黄药师战成平手，可见这九阴真经真是威力无穷啊！若对常人，我大可施以剧毒，然后以解药相诱得到真经。可对你这种愚钝憨智之人，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这蠢货，你还真以为奇怪是黄药师杀的吗？所谓世间最毒之物，不是索人心，而是挖空人心。如今这世上，你也只剩黄蓉与你相依。若我拿他来当解药换取真经，郭世之，你该不会断然拒绝老夫吧？秦哥哥，秦哥哥，你千万不可以把九阴真经交给他，你让他杀了我便是。天之道，虽有余而不不足，是故虚盛时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理傲，其意去深。天地之相分，阴阳之后列，变化之由表。此生之昭彰，不谋而一气自通，不悦而有因四气。其其言有味，言之事不得，诚可谓至道之宗，丰盛之始也。假若天机宣发，成谋虽属无生之，表哥亦自云之宣。绝哉，妙哉！那我便还你个痛快。欧阳锋，郭靖已将九阴真经背给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置他于死地？只因不合众听，至宝不同众好，习得九阴真经此等绝学之人，既有其意，岂能容耳？人家郭靖都把真经传给你了，你还不依不饶，非要逮着蛤蟆钻出尿不可啊！你再对我这个王重阳师兄转世不利的话，我周伯通不同意。你这自不量力的老疯子，还敢来与我等造次？喂，他说周伯通不自量力，他可能是不知道我们这20年守着真经到底做了什么。对，不如让他尝尝当年把他武功尽废的一阳指。好，我来，别吵，这次一起来。双重一阳指。人呢？老师傅，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呐？真经还在。
境界不是争个高低，而是要有救人济世的胸怀。青哥哥，虫儿，我睡了多久？7天7夜。金哥哥，我们回大漠吧。从此忘掉这里的所有事情，不涉中原，不问江湖，好吗？我要上华山，和欧阳锋再打一次，堂堂正正的打一次。这大师傅和齐父就算是打不过，就算是有输，我也要和他再打一次。你若是想输呢，为师劝你还是别去了。济公，七公，看来是时候教你最后3掌了。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于愿上下无常，有悔，名不可久。这便是降龙18掌的最后3掌。亢龙有悔的精要，在这个悔字，乃是心意的决绝和隐忍。你若能领会到这个悔字的深意，才算是学成了降龙18掌。降龙18掌如阴阳相合，相辅相成，但若将2者融会贯通，实非易事。只有2者合二为一，才是有胜无败。20年前华山论剑的时候，王重阳留下的掌印。他也凭借这一掌，成为了天下第一。小子，武功长进不少啊！黄岛主，
哎呀，可是为人还是这么愚钝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怎么还叫黄岛主啊？啊，信不信为师用整套的降龙十八掌打你呀？岳父大人。这就对了。华山之巅，可不是你们拉家常的地方。欧阳锋，20年，老夫苦等了20年，今天能站在华山之巅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欧阳锋，你还有脸来这儿？先把桃花岛的账算清楚。哎，皇兄啊，对付这个癞蛤蟆，还用咱俩出手啊？静儿，放心的去吧。哎，老毒，让我徒弟收拾你啊！嘿，靖哥哥，你千万小心啊！凭什么？你我皆习得九阴真经，为何我打不过你？如果有人要你交出九阴真经，你就背个假的。欧阳锋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打不过靖哥哥吗？因为靖哥哥将经文乱背给你，你练的是假的九阴假经。哎，绝不可能！若真经有假，为何我练后也功力大增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
天下第一，我是天下第一。国靖绝不会让你成为天下第一。话说，在第2次华山论剑啊，郭靖郭大侠将他的9阴真经与降龙十八掌融会贯通，还以最后一掌亢龙有悔，将已经走火入魔了的欧阳锋啊一掌击败，退出西域，再也不敢觊觎中原啊。也因此呢，郭靖郭大侠才成为了真正的天下第一，从此与黄蓉、黄绿霞双宿双飞，推演于江湖。郭靖12门，中山东10门，买郭靖，我送江南7冠。谁呀？来，给我一只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郭靖。哎，不买别碰啊！哎，黄蓉他爹要不要？依稀往梦似曾見，心內波瀾意。拋開世事斷愁怨。